嘿，大家伙早喽！7月10号，星期四。今天感觉还有点累，昨天那6公里跑完，这就是这样。你看我受伤之前，加上赛后，我上一周的训练水平比较低，就有停滞，就导致呢，身体虽然不疲劳，但是呢不兴奋，就训练的状态就会差一些。它这就是合理的周期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你看我今天觉得累，再跑一跑，明天再跑一跑，然后后天呢是周6，我们集体跑一个有点配速的中距离，然后这个过程自然就过去了。马拉松这事儿练好是一个很长的周期的事儿，然后你真的说会不会一停就不行也没那么重要。今天咱们聊一聊马拉松比赛后边掉速，我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好吗？这儿特别的茂密，植物特别黑啊。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，主要是韩国马拉松赛后，有观众小伙伴在评论里说，哎，博哥后程掉速是不是因为平时长距离跑得少？照我这么跟大家分析这个事情，就从我自己的体感来说，如果像韩馆这种比赛，它不是一个目标赛事，没有认真准备的时候，在韩馆之前那段时间，因为总有场地赛或者怎么样，确实长距离跑得少，会有一定影响。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，我说的那个掉速，可能和您说的那个掉速不完全一样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刚开始参加马拉松的时候，我说那掉速跟现在我说的那个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先喝点水，太热了。他们都练完了，今天他们跑法特莱克。就刚开始跑马拉松的时候，那掉速是这样的。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子。我想破4的话5分40，那会儿北京马拉松，你跑到23公里、24公里开始没劲儿了，那时候一看手表5分38，可能5分35，然后你就坚持跑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就突然不行了，然后你就掉下来了，那个掉下来可能就直接掉到6分以外了。而且那个掉速是那种使不上劲儿的掉速，就是你感觉被抽空了。然后现在我经历的比赛的掉速是这样的，就偏向于专业运动员了。就是你看专业运动员，其实他崩也不会大崩。就比方说我跑韩馆，你掉到头，最后也就是4分出头，从目标的3分55。或者甚至3分57，其实那天我的目标是，跑进2小时50，我应该就稳住年龄组的前3了。但是最后差了1分多钟，果然如我所料，跑进2小时50就是3分59、3分58差不多就行，因为那天并没有多跑多少，也就是掉个几秒。这个掉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你还是能稳定输出的，只不过就是你在输出的时候。你上限变低了，就造成说你维持同样的配速的时候，你觉得你使的劲儿变大，你就可能觉得说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可能造成比方跑崩啊，就是说会变成第一种掉。对，我觉得训练有素与否，主要区别就在于这儿，就是能在要崩的时候稳住一个可持续的节奏。不让自己的比赛跑得太难看，而不是说我最后一下掉出去10多秒、20秒，不是这样的。像我跑马拉松，就最近这2、3年，可能唯一一次真的崩就是神户马拉松，但是那天我还是2小时40多的成绩，因为前面跑得快，那个对我来说就叫崩了，就是我一度配速掉到5分以外。但是最后我还是又找回来了一点，
你说这些东西跟长距离有关系吗？我觉得有关系，我觉得非常有关系。就是对于第一种崩，我觉得关系不大。对于第一种崩的小伙伴们，现在要做的就是积累跑量，然后积累跑龄，这2件事儿，你只要做对了，或者只要做了，这个早晚会解决的。你看我这么笨的人，我大概积累到第4年我就解决了。现在有的小伙伴可能第1年就可以解决，它就随着你的总跑量，不管你这跑量是怎么凑起来的，都是短的还是都是长的不重要，你只要积累够了，第一种崩就肯定可以解决，你就可以变成第2种。那到第2种以后，你就面临挑战了，就是有2件事情你要做对，或者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2件事情是很重要。因为这2年我比较特殊，就我正好经历了一个成绩攀升的一个过程，我还记忆深刻，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就是我的目标2小时40，那马拉松的配速，你要是保险一点的话，3分45。我3分45呢能跑，而且前20多公里应该是很轻松，但是往往就是到了30公里以后就开始掉。而这个掉呢，其实有一半是主动，一半是被动。主动的那一半是因为我感觉到肌肉负荷压力变大，如果不适当降低强度、降低负荷，我可能会有抽筋儿这种风险。还有一种就是我总跟大家分享，突然一看表，哎，我使了差不多一样的劲儿，但是呢怎么变慢了？这俩其实差不多是一回事儿。应对这个事儿，对我这个水平的运动员来说，确确实实是要有规律的长距离的。我觉得1周1次是有必要的，而且不能是那种就像现在咱们这样聊着天轻松跑的这种，而是要有点变化。你跑一个马配的30不现实。我还是那个观点，就是我们训练中要远离自己的马拉松配速，要么快，要不慢。就像我之前总分享长距离似的，大家可以在我频道里就搜索长距离这3个字，能搜到好多好多。就是你有点变化，给身体达到最后那几公里有点刺激就可以，我觉得这种是必要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认识袁大都的马老师，我知道他怎么练，他们每周末雷打不动的那个长距离，那时候我做不到，我会有各种事儿或者怎么样，或者是没有那意志品质，我就知道第2年我肯定跑不过人家。第2年人家又进了240，然后我在240这路上走这2年，我觉得我主要的做对的是2件事，就是第一个是拔高绝对速度，第2个事情就是把长距离的强度加上来。你看这2年我开始跑30公里的渐加速，甚至跑35、40的。像以前我跑30公里，很多时候就是像我一开始说那样，就我也不是那种很慢，怎么着也能跑到5分以内，但是没有变化，等于混一个长距离。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是，你像我，比方我哪怕用4分40匀速跑一个30公里，对我的比赛意义不大，因为我的比赛要跑3分40多，而不是4分40多。而你比赛是42公里，还不是30公里。至于拔高速度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更大。就是如果你的绝对速度，比方你1公里绝对速度在以前我是3分30，那个时候你让我跑3分45，我的体感和现在我1公里的绝对速度差不多是3分02，那是绝对不一样的。就是你肌肉每一步的那个压力变小了，它肯定还是使那么大劲儿，做那么大功，但是呢，这跟弹簧似的，那弹簧一个大弹簧能拉特长，和一个小弹簧拉不了那么长，它都要拉到一定的长度的时候，那小弹簧就费劲，那承受的负担就大。就是你可以用不到，但是你有这个速度能力。所以你们看场地赛短距离出来的马拉松选手，你看最后的表现都不太差，
之前李丽教练也在讲说，场地赛的成绩和速度，10000米的速度这些东西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更受益的，因为长距离这个事情大家都可以做，而且都只要你做，肯吃苦都不会太差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您已经是第2种调速了，就是我还能控制，只不过，我最后差了1分钟、2分钟实现我的目标。那你差1分钟，基本上就是最后10来公里掉个3秒到5秒，差不多。这种就去解决我说这2件事儿，找自己的不弱点。比方说您现在想破240，一直就像我一样2小时40多一点点，然后每次差一点，每次差一点。那我拍脑袋说，我觉得如果您的1公里能跑进3分10，那速度绝对够用了。那就再增加一些距离，增加一些跑量，顺其自然的很容易就实现了。你就会发现说，我以前觉得到这时候一看表，使同样大的劲儿比以前快了。我今年破240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到32公里的时候，我看表，我还是3分43的配速，但是还有10公里就结束了。我再怎么掉，不可能掉出这10公里，不可能跑到4分以外。那时候我还差40分钟，我到32.195的时候，正好是2小时整。那我就每1公里一看表都在4分以内，就肯定没问题了。而那时候看那4分以内很从容。你看这次韩馆的时候，到后边，一看表4分03，已经拼尽全力了。或者这么说，再总结一下，第2种调速是，你还是在拼，你还是在冲，但是呢，你发现没那么快了。第1种调速是你知道你已经没在拼，没在冲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所以第1种的小伙伴们别着急，就慢慢跑2年就没事了，好吧？7月10号星期4的清晨，训练结束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但是速度有变化。家属跟着来拍点东西，拍完以后我就自己跑，找了最后的4公里左右，冲了几个，比方说500米啊、400米、300米、200米，然后300米什么的，反正就顺其自然。比方说现在一抬手一看表是，比方说15.65公里了，那我好，那就从15.7开始加速，然后听到表响到16就跑这300米。然后如果是反正就这意思啊，借助这表的声音，然后或者是半公里自己抬表看，有时候时不时这么冲一冲，刺激一下，你开始的那个疲劳感和没有状态那感觉就消失了。真心话。这么大瓶的水我喝了4瓶，冲了一个麦盛那有糖的电解质，喝到一半我就兑公园里那个直饮水，然后又喝到一半又兑，反正差不多到现在有4个了，汗出的都跟下雨似的，太热了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跑崩这个事儿。我觉得跑崩是个必经的过程，而且第2种跑崩是会伴随马拉松爱好者一生的，很少会做到说这个事儿能解决，专业运动员也解决不了，只不过可能你看不出来，就是越强，可能你到最后你就看那变化就越小而已，好吧？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